20号，欧盟委员会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进行决定草案披露。所谓的反补贴税率最高达到了36.3%，但是对于美国品牌特斯拉的税率则是大打折扣，从超过20%降到了9%，而这是赤裸裸的区别对待。中汽协驳斥欧委会做法，严重歪曲中国电动车产业事实。中国商务部随后发布相关的反制措施。来看报道。与7月4号公布的出裁结果相比，欧委会20号公布的决定草案对税率进行了小幅调整。比亚迪由17.4%调为17.0%，吉利从19.9%调为19.3%，而出手最重的是上汽名爵，从37.6%调为36.3%，与所谓的不配合调查企业相同，而其他配合调查企业税率均为21.3%。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均为加征税率，这意味着原先欧盟征收的10%的税率仍然有效。加税草案仍有待欧盟成员国10月份进行正式投票表决。对于欧委会所谓的不配合调查的说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予以驳斥，表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业界通过提交答卷、书面评论、听证会陈述意见等各种方式，提供了数万页的法律文件和证据材料，全面深入地就欧方不合理、不合规做法进行抗辩。欧方此次公布的中裁披露并未充分吸纳中方意见，仍坚持错误做法，裁出高额税率，还利用抽样区别对待中国不同类型企业，扭曲调查结果。该中裁披露是基于欧方单方认定的事实，而非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高度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1号强调，这起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和政治主导行为，只会损人害己。我们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切实拿出诚意，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快探讨妥善解决方案，避免贸易摩擦升级，避免影响中欧之间的互信与合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1号发声明指出，欧委会仲裁信息严重歪曲中国电动车产业事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代表中国汽车行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法新社曾报道称，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都希望吸引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赴欧洲投资，但中汽协强调，欧委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反补贴税，给中国企业在欧经营及赴欧投资带来极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损害了中国企业在欧经营和赴欧投资的信心。拥有超过1万家会员企业的中国机电商会进一步表示，欧盟在反补贴调查中认定的补贴标签很可能成为欧盟未来对中国赴欧投资企业开展欧盟外国补贴条例调查的借口。分析认为，欧委会的关税大棒将吓跑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外界注意到，欧委会的加税草案对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区别对待，事出有因。例如，美国品牌特斯拉此前被欧方宣布需要加征20.8%的关税，但现在则降至9%。虽然这些车型主要在中国制造，欧方宣称这是因为特斯拉配合调查，但舆论质疑：难道中方提供的数万页的法律文件和证据材料不是配合调查吗？实际上，特斯拉方面此前曾强硬要求欧方为其制定特别税率。分析认为，这后面既有可能包含美方政治施压的因素。此外，2019年，马斯克在德国投资一家欧洲超级工厂，目前其产能约为每年25万辆，这也被认为获得了一定的谈判筹码。值得一提的是，欧方加征税率最高的上汽集团是因为该公司旗下的 MG 品牌是欧洲销量最好的中国电动车，一度销量前10榜单中有4个席位被上汽 MG 占据，而销量最高的则是特斯拉的2款车型。欧盟呢对中国呢，它的复杂心态体现在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相对于中国保持自己的绿色产业的先发优势，但是呢又对我国的这个电动汽车产业
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在价格呀、在设计、在外观啊等等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呢感到焦虑和不安。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仍然是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等等全球议题上面能够和中国保持合作，不希望把关系闹僵。中方已经采取多种措施维护合法权益。8月9号，商务部宣布已将欧盟电动汽车临时反补贴措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8月21号，商务部决定自当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乳制品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欧盟对华乳制品出口额达18.2亿美元。荷兰、法国、德国等国家的乳制品行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此前就有欧洲舆论称，欧盟一意孤行要对华电动汽车发起所谓反补贴调查，让乳制品、葡萄酒生产商、猪肉出口商等欧洲国际食品公司都对潜在反制措施胆战心惊。中国市场对于猪肉和乳制品出口商尤为重要，欧洲农民的担忧与日俱增。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农产品并非不可替代，例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生产优质乳品。虽然目前欧盟生产商占据了中国进口猪肉市场51%的份额，但这一市场竞争激烈。例如，俄罗斯国家养猪业企业联盟负责人科瓦廖夫称，该国的目标是在3到4年内占据中国猪肉进口市场的10%。目前，俄罗斯各部门已经开设了通往中国的肉类专线。贸易反制措施可以是2个领域的，第一个就是直接针对这个电动汽车领域的，比方说有消息传出来说可能会对欧盟进口自欧盟的2.5升以上的大排量的汽车征收最高至25%的关税。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是在其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农食领域啊，对欧盟呢也发起一些反补贴的调查。8月20号，由深圳企业游戏科学研发的首部国产3A 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吸引了全球玩家的目光，预售额创纪录，助力中国文化出海。中国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后，受到国际玩家青睐，就连昨天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都有记者提及了这款游戏。我不了解电子游戏哈，但是感谢你让我关注到这款游戏。从名字看，这款游戏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我想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丝滑的连招、丰富的故事情节、精美的游戏画面，国产3A 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后，没有令玩家失望。我对它期待值很高，毕竟是咱们国内第一款3A 大作嘛。目前还没有，就是真的很难。我从昨天打到现在才通了第1关。在一上架的时候呢，我们就进行了这个下载，同时的话呢是安装了这个舞台版的话，来给我们对应的这些游客来去进行试玩。很多人的话就是玩了之后就舍不得放手。这个游戏在整个市场来说的话，会比较受欢迎度会比较高。它不光是我们中国的游戏公司，题材也是我们中国的题材嘛。随着《黑神话：悟空》持续火热，中国人自己的神话主角悟空深入到了很多外国人的心中。意大利球星马西莫·安布罗西尼在社交媒体表示，原来孙悟空是中国的，很想和儿子一起试一试这部游戏。Mio figlio continua a parlarmi di questo nome cinese Sangoku cinese e adesso è diventato anche un gioco. Quindi a me piacerebbe tanto vedere, capire e conoscere questo videogioco e mi piacerebbe anche imparare a giocare, così magari posso spiegare, posso vedere insieme a mio figlio come si gioca a questo gioco. È stato bello, molto molto emozionante conoscere la storia di Sangoku, dal romanzo al videogioco. 跟着火起来的还有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有外国网友赞叹这是一场视觉盛宴，中国式神话栩栩如生。Oh my God, I'm so excited for this. But the detail is crazy. 所谓3A 游戏是指开发成本高、开发周期长、制作精良的游戏。黑神话：悟空故事背景源于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共历时6年制作。制作过程中，团队对全国多处名胜古迹进行实景扫描，力求高度还原中国的古建筑和文化元素。山西玉皇庙、重庆大足石刻、浙江石狮寺等都在游戏中有惊艳呈现。预见未来，为何不败？那个画面是给到小西天里面那些很多的密密麻麻的，而且活灵活现的那些
彩色雕像，在洞窟里面那样一个氛围加持下，就会感觉很震撼。我去搜了一下啊，确实有小西天这样一个寺庙，然后当时在网上看的一些照片里面，就是那些密密麻麻的那些彩塑，就会感觉很了不起。黑神话悟空游戏里36个取景地中，山西省就占了27个。隰县小西天景区旅游接待股工作人员称，从游戏取景地被公布之后，该景区8月20号售出的门票比去年8月20号增长了300%。根据客流增加，下一步该景区将提升智慧售票系统，同时会把游戏内容增加到讲解词中。取材就是大雄宝殿里面的满仓玄塑。大雄宝殿呢是有169.6平米，但是里面塑了将近2000尊的塑像，不仅是泥塑，而且是彩塑，而且贴了金啊，千人千面，没有一个人物是塑像是重复的。是这些泥塑将近400年，数吨重依然是悬挂着的，而且没有灰尘、蜘蛛网、老鼠洞。作为国产游戏崛起的标志性作品，《黑神话：悟空》不仅拥有惊为绝伦的画面，在配乐方面也煞费苦心。阿弥陀佛耶，摩羯多耶，摩羯多佛耶，阿弥陀佛耶，阿弥陀佛，西藏佛耶，阿弥陀佛，毗迦菩提。配乐中浓浓的中国元素，适配度满分。其中陕北说书融入进游戏画面的设计，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网友直呼啊，陕西味儿 BGM 太上头了。黑神话悟空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尝试一下，就是把这个民间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这个游戏尝试的融合到一起，你看可以吧？结果一录完之后，就是他比想象的更好，感觉挺融合的，没有多少天，我2个小时搞定。除了激昂宏大的原创中国风音乐，主创团队还对诸多《西游记》里的经典曲目进行了改编。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奏响，便即刻知晓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登场了。截至8月21号中午12点，该游戏在全球多个游戏平台上的总销量超过450万份，销售额逾15亿元。Steam 平台上好评率超过95%，稳居多个全球周销量榜冠军。从成为爆款到代表中国文化出海的游戏，《黑神话：悟空》以一己之力打响了中国单机游戏对外输出的第一枪。我们在2016年看到，大概美国的单机市场100亿。日本50亿出头，中国1亿美元不到。那我们当时就斩钉截铁说，我们认为在10到15年内，我觉得中国的单机市场会达到日本，甚至超过日本的规模。此次《黑神话：悟空》的横空出世，正是深圳在游戏产业领域持续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游戏电竞产业的中心，深圳游戏研发运营全国领先，占全国比例超过50%。2023年，深圳正式推出《深圳市关于建设国际电竞之都的若干措施》，对电竞行业进行多维度的精准扶持。它其实是得到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这种氛围的这种加持。中国50%以上的网游的产值其实都在这个深圳。那因为深圳有这个像腾讯、创梦、拳头的这个网游产品，所以它本身是有这个环境。现在的这个游戏产业，它的这个社会价值正在慢慢被认可，包括了这个奥委会的承认电竞入奥，还有2025年的这个全运会，大家在重新认识电竞，也同时在重新认识游戏。黑神话：悟空火了，它的意义至少有几方面。那首先就是它采用的是当前游戏业最顶尖的水平和技术，它代表中国人也能做出世界级最顶级的游戏。那其次，除了游戏本身大卖之外，相关的联名产品、文旅推广的热度也是非常之高的。A 股的相关概念股也是大涨，这对经济来说是有积极影响的。第三，这次由新华社出面采访黑神话的制作团队，显示了官方支持的态度。事实上，游戏对于科技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最后，黑神话：悟空在美国、意大利等多国霸榜，一些外国玩家甚至也因此开始读《西游记》了。这证明了一点：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且游戏某些重要翻译是用的汉语拼音，《
希望孙悟空等中国神话 IP 未来能够成为中国人的迪士尼，让他们老外也主动学习咱们的汉语。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进入第2天，副总统哈里斯前往威斯康星州的大型体育馆举行竞选集会，这里恰好是1个月前特朗普接受共和党大会提名的地方。当天，哈里斯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亮相民主党大会来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让外界略感意外。但他的吸金能力明显超过特朗普，短短1个月已经筹集了约5亿美元。They just completed their roll call. And they have nominated Coach Walz and me to be the next Vice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按照日程，哈里斯将在当地时间22号，也就是民主党大会的最后一天发表演说，并正式接受提名。民主党大会第2天的主要议程是唱票仪式，全美国57个民主党代表团象征性地表达自身立场，宣布各州对哈里斯的支持票数。大会现场还配合娱乐明星的演出，而最受关注的明星则是前总统奥巴马夫妇。前第1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演讲中猛烈攻击了哈里斯的竞争对手特朗普。His limited, narrow view of the world made him feel threatened by the existence of 2 hard-working, highly educated, successful people who happen to be black. Who's going to tell him that the job he's currently seeking might just be one of those black jobs? 此前，特朗普曾将低技能工作称作所谓黑人工作，引发争议。米歇尔作为非洲裔美国人的代表，他直言不讳地表达政治立场，也被认为是极为罕见的。随后，奥巴马也跑上台，将攻击特朗普的火力又增加了一成。We do not need 4 more years of bluster and bumbling and chaos. We have seen that movie before, and we all know that the sequel is usually worse. 分析认为，奥巴马夫妇虽然早已卸下公职，但明星效应依然很强。此前还有民调显示，拜登尚未放弃竞选连任时，如果把当时的副手人选哈里斯换为米歇尔，会有更多支持者出来投票。哈里斯自从确认接棒参选后，势力不断上升，特别是他惊人的吸金能力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最新消息指，哈里斯宣布参选以来，竞选团队已经筹集了约5亿美元。此前，拜登的竞选委员会在2020年整个选举周期筹集了10.4亿美元，而哈里斯宣布接替拜登参选到现在仅仅过去了4周时间。分析认为，女性的贡献极大。哈里斯的竞选团队称，在7月募集到的3.1亿美元资金中，有60%来自女性。哈里斯还拥有一众备受瞩目的女性支持者，包括其中不乏梅琳达·盖茨、乔布斯遗孀劳伦·乔布斯、碧昂斯等各界重量级人物。在民调方面，哈里斯也在多个关键摇摆州暂时保持领先。从7月24号至8月14号，哈里斯的全国平均民调一直领先于特朗普，且领先优势呈扩大趋势。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20号则在底特律的竞选集会上嘲笑哈里斯，指责这位副总统发动了一场政变，并警告说他将带来犯罪、混乱、破坏和死亡。You see her now with a smile and she's gotten rid of the laugh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I don't know. I haven't seen her laugh. They've told her, don't laugh, please. But I'll bet inside she was laughing last night when she saw the way Joe Biden left. Because that was a coup. That was a coup. And I'm no fan of his at all. And it started with the debate, and from that point on, it just got worse and worse. But that was a coup. It was a vicious, violent overthrow of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值得一提的是，在关税议题上，哈里斯和特朗普也针锋相对。他曾抨击特朗普提议征收的进口关税，相当于对美国从别国进口的日常用品征收特朗普税，将加重美国人生活负担，摧毁美国人。特朗普方面则继续表示，如果再次当选，将推动名为《特朗普互惠贸易法》的立法，寻求对竞争对手和盟友征收关税。特朗普还直接回呛了哈里斯。She's wrong. It's a tax on a foreign producer. It's a tax on a foreign country, and I proved that better than anybody.
此外，特朗普近期还明确表示，将考虑取消购买电动汽车的$7500税收减免政策，并提高对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言论释放后，引发美国企业的高度担忧。当前，不少企业开始提前囤货，并暂停扩张计划。美国民主党重要人物伊利诺伊州州长杰伊·罗伯特·普利茨克也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讽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Donald Trump thinks that we should trust him on the economy because he claims to be very rich, but take it from an actual billionaire. Trump is rich in only one thing: stupidity.